前几天网友留言说，他把第一根黄瓜留种了，可从此那颗黄瓜上的所有果实都长不好了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留种前需要知道的一些事儿。首先解答网友疑惑，留种的植株一定是不同于种来吃的植株的。果实形成并产生种子需要很多养分，拼命争夺资源也是植物本能，所以网友的其他黄瓜就可能长畸形，甚至口味都会受影响。因此，你如果想留种，基本就是放弃了这棵植株给你奉献成果了。即使水肥充足，也可能是鱼与熊掌无法兼得。有一个迂回一点的方法是，对黄瓜这一类的，不一定要留第一根，先享用一点，3、5根之后找一个强壮漂亮的再留种也是可以的。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朋友逐渐意识到了种子的重要性，它们几乎就是我们能否丰收的首要且重要因素。当你辛苦了一季，做了所有该做的，产量质量都不如预期，那真的是欲哭无泪了。所以在留种之前，你还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：我的这个品种下一季种出来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是的，一定要问。首先，因为有些品种是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果实的，比如我今年种的强雌黄瓜，没有雄花就都结果了。也有网友说他的丝瓜也是全雌的，这种呢英文叫 Parthenocarpy， 它们是很难自然形成真正的种子的。对这样的品种，你就不用费心留种了。即使你强行授粉成功结籽了，也不会是原来的品种。另外，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杂交品种，当季表现非常优异，但用它们来留种是有问题的。杂交的英文是 hybrid， 有时也会标上 F1， 指的是第一代杂交种，通常是最好的。杂交在基因层面是不同品种的染色体分裂后重新配对，从而产生新的染色体。大家不要听到基因就马上联想到了转基因了。杂交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真正的转基因。我们自己用2种不同品种的花相互授粉，也可以得到杂交品种。专业杂交品种的好处是可以得到父母的优点传承，产量高，味道好，抗病虫害能力强。市场上很多著名的番茄品种其实都是杂交的，比如 Better Boy 好男孩、Early Girl 早女孩，甚至牛排作为一大类别的番茄也有很多杂交品种。我相信很多朋友种这些，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品种来收种子，就可能会有麻烦了。因为你的种子几乎不可能跟这一代完全一样，而只能是上一代基因的随机组合。同一个果实里的每一颗种子也许都是不同的。前2天看种菜很厉害的王老师的菜园随拍，他家有这样一个现象。这一颗紫色的辣椒和边上一颗白色的辣椒，它们很有意思。它们是同一颗紫色的辣椒上采下来的种子，种下来以后，一颗长成了紫色，一颗变成了白色。我推测王老师留种子的紫色彩椒应该是杂交品种，结果就有不同的植株出现。这个无法预测，可能让你喜出望外，也可能让你大失所望。好在还有很多可以完美传承上一代基因的品种，那就是 Heirloom 传家宝品种。一般认为这样的品种是可以开放授粉，意思是即使有别的花粉介入，它也能保持自己的基因稳定性。够专一了吧？我一个朋友专爱 Heirloom 西红柿，每年都种很多，按他说，味道口感绝对一流。我自己倒没有那么执着，但受他影响，明年打算好好试试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也许有朋友说，我就想要那个杂交品种怎么办？
那我的建议就是下一年买相同的种子或菜苗来种，比如我非常推荐的我的这种杂交樱桃番茄 Sweet 100，明年我会接着买苗种，1颗就足够了。所以搞清楚自己的品种很重要。一般来说，没有标示 Heirloom 字样的，基本都不会是传家宝品种。你可以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品种是否杂交，如果从朋友处得来，问清出处历史也能基本判断。比如我的这几颗豇豆是朋友给的种子，他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不是传家宝，但他已经留种几代了，表现依然这样出色，我觉得留种再种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有些朋友喜欢从超市或农贸市场买来的蔬菜留种，技术上没什么不可以，结果呢就要撞大运了。祝你好运！搞清楚以上还可以留种的，那接下来就是选择留种的植株了。一般原则是找最好的那几颗留种。果实类的呢，就找最健壮、最漂亮、成熟比较早的。每年都这样做，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，你留的品种就会越来越好。一定不要选择那些容易被病虫害感染的植株。豆类、瓜类、叶菜类留种容易，大家可以多尝试。播种时需要大量种子的品种呢，自己收集就比较划算。不过很多时候，靠谱专业公司的种子质量确实比我们自己收的要高，特别是结果实的蔬菜。对初学种菜的小伙伴们来说，其实更容易获得成功。保存妥当的话，比如放在密封罐里冷藏，至少可以用3年。有一个网友留言说，他8年前买的黄瓜种子到今年依然高产。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买的好品种、高质量的种子，让我们大家下一季都能赢在起跑线上。好啦，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。留种植株的产量可能会受影响，有些品种呢，我们没办法自己留种，比如全雌、强雌或无籽的。留杂交品种的种子是有风险的，所以最好留传家宝品种。然后尽量选择最好的植株和果实来留种。当然，买专业公司的种子或幼苗更容易成功。最后画面还是朋友的传家宝番茄，祝大家种菜快乐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